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徐清煌，吴哥好，大家好。好，全国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关心的事情，你一定关心。劳动部北分署的这件事情，一个员工之死，然后引爆了全国的怒火。而这整件事情一路发展到现在，今天最新的一个发展，一路不见人的前北分署的分署长谢宜荣，今天终于公开道歉了。OK， 那当然这迟来的道歉，再怎么道歉也没有办法挽回一条无辜的人命。只是这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些事？那在昨天的时候，您看到，那其实我们一直在等。家属的心声，你可以想象家属的悲痛。那昨天晚上，那也有媒体记者找到了家属，那家属也直接讲了，他们只希望不要官官相护，能够告诉他孩子到底过程当中面对什么。你可以想象那个心里的悲痛。OK， 那赖清德总统2度的道歉，同时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指示。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先让所有的观众看一下，前北分署长谢宜荣审理了这么多天以后，今天公开道歉。他说了什么呢？来，我是北分署的分署长谢宜荣。这几天为什么没有出现？是因为非常的悲痛，也非常的自责，也深切的检讨。我必须向亲生离开的同仁表达对不起，我没有及时发现及给予协助，我要郑重的跟家属抱歉，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你们的孩子。最后，我不会再担任北分署分署长的职务，我会深切的检讨，配合调查，承担责任。好，到了今天，再多的眼泪换不回一个年轻的生命，再多的眼泪也没有办法让老父老母那伤透的心，孩子到底在哪里？没有办法。你看到今天前北分署长谢宜荣在镜头前面，刚各位观众看到的所有的眼泪、所有的哭泣、所有的内容，但是我要让你看一下，在事情发生以后，还记得吗？对于所有的同仁喊话的那一段，那个时候谢宜荣跟现在的谢宜荣，让你听听看，来。我不允许大家在以讹传讹、内部讨论，甚至对外，我绝对不允许。大家做得到吗？做得到。大家做得到吗？做得到。做得到吗？做得到。我听到署长告诉我说，有2个立委知道的事情，是北分署承揽的人力对外去说的。我非常的愤怒，那非常感谢我们北分署所有的同仁，所以我不允许大家在外面跟我说嘴，说什么职场霸凌这件事情，事实上这不是事实。对于还在资讯小组工作的同仁来讲，或者他的直属长官，情何以堪？本来今天下午家属跟大旅社的人，今天下午本来要到资讯小组去做召回的动作，结果葬仪社的人里面有一个通灵的人，在台北医院的往生室跟对话，非常的平和安详。创夏，为什么要让大家看这2段？不要因为一些的眼泪忘了以前发生了什么事，不要因为一些的眼泪忘记了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这整件事情，从刚才你看到谢宜荣对着镜头所有的道歉的过程，不要久吧？光讲刚才大家看到的另外内幕，就是精神喊话内幕。再往前还记得吗？就是礼拜3的晚上吧，大家收到的第一个道歉函，接下来是午夜12点，律师声明，前倨后恭，莫此为甚。这间到底发生什么事？
今天终于在7分钟的谢宜容的这个影片出来了，然后大家更觉得情何以堪。那个家属、那个受害者情何以堪？经过了18天，这个是有人特别，我们特别从影片那边去看，是今天重大压力之下，11月22号才终于传出来的。这传出来之后呢，这个呢你就看到了那种勉强、委屈、刻意的一个道歉，想要甩锅。为什么甩锅呢？因为呢，他是全中华民国最臂力天下的公务人员。总统2次道歉，行政院长鞠躬，部长下台，然后他终于出来了。终于出来之后，刻意。为什么讲刻意呢？你看那个场景，应该是在某个办公场所。当然，那个办公室，然后刻意穿成全身黑，然后好像是很哀痛的样子，然后90度鞠躬，这本来都是基本的，你本来就该表达的。坐下来之前，那一声叹息，大家注意听，一开始坐下来之前那一声叹息，然后就看出了他多么的委屈啊，他还觉得委屈耶，一条人命造成这样的社会风暴，他还觉得委屈。然后呢，那当然了，我们也不要勉强，你在练稿子，我们看得出来是练稿子。你看到后面那一段，当他情绪激昂的时候，做不到，他的语气是他的多么顺畅。他不是一个口才不好的人，他口才很好啊，口才非常激昂啊，抑扬顿挫的啊。然后要慢慢的练稿子，好吧？那这个时候你要出来练稿子，也说好吧，免得再出错。这也可以，还可以原谅。但是他第一句话就看出来毫无悔意嘛，开宗明义就是甩锅。他的道歉是什么？我没有及时给予支持和协助，不是我的错。出了事情我不够敏感，我不够敏锐，不是我的错。第一个就是甩锅了嘛。第二个，终于出来，家长出来了。你对于呢父母来讲。家长出来之后，我相信他的道德良心压力应该承受很大，所以终于出来了。所以他第二句话，我对你们这些家长，我没有保护好你的孩子，你是保护吗？不在你的这种胁迫之下，他们的孩子会出这种事情吗？那你至少诚意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显然看起来这个谢宜容这件事情，当然会让人家觉得你毫无诚意。双夏，你刚刚讲保护的前提是有人去加害，我应该要去保护。对。所以有人加害之下，很遗憾的，我没有保护好你的孩子，是吗？是。谁是加害者？不管直接或间接，整体的氛围性塑造的结果是谁？现在感觉到我只是基于一个保护的过程，但我没有保护好，很遗憾。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所以后面又跟第三方，就是这些同仁或什么，但是他总有一个基调，就是原来保护他的那一个。调查报告嘛，呕心沥血、良善目的的调查报告嘛，是领导风格，是沟通方式，然后最后配合一些调查，他完全没有认错，他现在只是在压力之下出来做一个表态，但是呢，其实后面我看到这东西也蛮难过的，为什么？因为我跑行政院这么多年了，我是对行政院他的一个职位，现在都讲说哇，土皇帝，好大哦，北分署署长。在我们整个中央政府里面，第4层、第5层呢，院部级局处属第4层11职等，我们10几万个中央总员额，中央还不止说成千上万，他的 label 成千上万呢，这种 label 这样一个小官可以搞到这个样子，然后竟然18天搞成这个样子，然后这里面其实出了问题，这里面我会担心的是，因为事实上我现在没在第一线，但是很多第一线各部会的小朋友们，已经碰到的是整个国家面临的3大的复合性风暴。第一个 Me Too，第二个大家讲巴掌溪，第三个洪仲丘。为什么是洪仲丘？因为一个11职等、第4层、第5层成千上万的一个公务员，可以搞成这样子，束手无策。那这个东西呢，我以前在台大政治上课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叫范云老师，因为就找来上2堂课，讲到一个政府治理最核心、民主化国家最核心的问题，政府治理的破口。当你领导层面对下面自己结合成一层，然后互相的乌龟比长寿、相互保护的执行层，你束手无策，
你这个整个政府治理会不断的出事，所以这不断出事，这很像洪仲丘那些军官们管不了那些士官，士官怎么乱搞，最后你这个，而且现在这个情况，我刚刚为什么讲很多小朋友，因为 Me Too 事件是感同身受，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第一线小朋友这3天耐接不完，都是很多官员澄清啊、爆料啊，然后他们问我就说2件事情，第一个路见不平，感同身受；第二个这个文官体系你要担心的是内部竞争，趁机踩踏。可是如果这样继续烧下去，而且成千上万个这种独立为王的文官，因为我为什么讲独立为王？从头到尾那些为什么会做出那种奇怪的报告，很多人都觉得很荒谬。我认识这些文官太清楚了啦。乌龟比长寿，山水有相逢。我今天不妨碍你，你将来不要妨碍我。那样一个体系，我们这个政府这个指导层如果没有能力去整顿，以后你会被搞死。OK。那样一个体系，我们这个政府这个指导层如果没有能力去整顿，以后你会被搞死。OK， 这整个过程当中，所有的观众朋友大概都陪着一起经历到现在。那在这个礼拜，那天我特别讲，大家在等什么？大家在等劳动部的报告出来，到底会什么？结果没想到炸锅，一个目的良善，整个大炸锅。接下来大家再看，那家属的心声到底是什么？因为事情发生这么久以后，你可以想象家属的悲痛，当然你可以想象一般朴实的一个家庭里头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许家人那个时候悲痛都还没回神呢，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直到了昨天，大家终于听到家属的心声。因为你还记得吗？在那过程当中，我说当礼拜三晚上，所有的媒体朋友、全国的观众朋友，当你看到那所谓的道歉函，你看到那律师声明12点的时候，那里头一直不断的还强调，那家属对他是多少的信任。刚才你也听到，甚或什么通灵啦，然后讲说是非常祥和啊，满满的爱，类似这些，所有人听完都会觉得，这到底是什么状况之下会发生这样的一件事？好，一直到昨天晚上，你终于听到家属的心声，你听到你会有多痛的这一段，我不知道这些转折是不是让谢荣今天出来道歉的一个转折？因为中间还发生的是赖清德总统那在礼拜三第一次的道歉，因为道歉完没多久，谢荣嘣的一个就出了那个律师函，那在晚上出了一个律师函。在昨天的时候，赖清德总统再一次道歉以外，同时也做了相关的一些的指示。但是对家属的心声来讲，也是有很多观众朋友，你可以想象，但是当你听到以后，你还是一样的心痛。我让你听听看家属过程的心声，来。小怪魂啊！你将来安怎做？我当然来叫人甲人讲话，叫莫做。难道你无讲人真是哪个人？心碎哭喊，瘫软在地，旁人不断安抚，仍止不住悲伤情绪。一想到宝贝儿子的离去，心痛到不行。眼前这名妇人就是吴姓公务员的妈妈。妇人情绪溃堤，久久不能平息，悲伤的哭喊声伴随愤怒的控诉，字字句句听在旁人耳里，忍不住鼻酸。我从小拢捌甲拍过。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一名吴姓公务员疑似长期遭长官霸凌轻生，消息曝光引发社会哗然，家人更是悲痛万分，母亲心碎吐露心声，表示家中有5个孩子，吴姓公务员排行老2，从小待人处事都很好，一直都是笑眯眯的，就算要管教也都舍不得打他，每天都要等儿子回来一起吃晚餐，会先帮儿子洗好便当盒装饭，事发那天没有等到儿子回来吃饭，做母亲的饭也吃不下了。如今一个儿子已经牺牲，跟政府没什么好说的，只求不要官官相护，还给儿子一个清白。最后那一段，你想想看，对一个家、对一个父母来讲的话，有多心痛。儿子回不来了，只求你们不要官官相护，还我儿子一个清白，就是这个样子。秦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的转折，但是好，为了保护当事人，画面要模糊，声音要变音。那当然，今天观众朋友，也许你有看到媒体上面呢，包括家属呢，也有出来发一个声明。你可以想象家人的悲痛，所以各位大家也不要再打扰家属 ，OK？ 那因为还在整个过程还没有办法恢复当中，可是这一段画面已经很深切的告诉你家里有多痛。然后你今天出来，谢荣
哭成这样，有意义吗？其实最大的这家属出来最大的意义就是狠狠的打脸了谢宜容。为什么要狠狠打脸了谢宜容？因为谢宜容处理的这整件事情的处理程序呢，其实你可以从3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就是你看到谢宜容呢，他过去在那段时间里面，他有这种职场霸凌的状况，然后最后导致这位吴姓公务员的轻生，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对谢宜容来讲呢，他在做他的危机处理怎么处理呢？他做危机处理的方式呢，是他自己先拟定了一整套的这个脚本，这个脚本呢叫做。家属希望我们家属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低调处理，不对外。然后家属不希望有2次的伤痛。他把同一套讲法呢，在事发之后，在北分署里面2楼、3楼、4楼把大家叫过来。讲了3次，然后就是沟通这一段家属的想法。不但这样做，而且呢，事发之后11月6号第3天的时候呢，他连到黄国昌办公室讲的也是同一套话，所以讲的都是家属希望低调处理，不对外，家属不希望2次伤痛。但你现在有看到吗？家属希望的是什么？还给他儿子一个清白。所以他讲的话重不重要？当然重要。而且我们跟大家说，你真的去看过，现在在网络上，尤其在脆上面，你看这些。这些都是这位吴姓公务员的同事，在事发之后觉得不能够就这么一条人命逝去，所以他们在这个脆上面呢建立这样的一些串文，然后开始每天的发文。里面让我觉得看到最感伤的有几个部分。第一个，这个吴姓的公务员哦，你去看哦，这个事发之后。谢宜容竟然能够对大家说，因为有通灵人转述，所以呢，他走得非常的安详。不但走得非常的安详呢，他还感谢北分署给他很多的爱。那个是受害者当事人哦，他的讲法里面可以讲说，北分署啊，经过通灵人转述之后呢，这个当事人已经不能讲话。对，他说当事人透过通灵的方式表示说，北分署给他很多的爱，意思就是呢，这一切呢好像就像个意外一样。但是我们告诉大家，你光是连这个吴姓公务员他挑选，就是他这个选择离开的地点，你都会看得觉得很鼻酸。为什么？我们告诉大家4个4，这4个4的意义，在这次过程里面有4个4，只是大家。分开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第一个4是11月4号的时候，这位吴姓公务员选择离开的时间是11月4号，这是第一个4。第二个4是这个吴姓公务员今年刚好是40岁的时候，这是第2个4。第3个4，这个吴姓公务员选择自缢轻生的时间不是在他所在的办公室，他特别挑到北分署的4楼。因为谢宜容的办公室在3楼，他跳到4楼，而且他不是选择自己的座位，他选择一个比较醒目、比较多人看得到的地方去做这样自缢的行为。显然他是有意要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轻生的动作让大家看到，所以他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行为，他的地点是选择过的。所以你看，这就是他的同事留意叫我们看的这4个4。最后这个把他这个吴姓公务员大体送走的楼梯，这个电梯呢，就是4号电梯。所以这4个4，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生命就这样子的流逝了。然后在同一篇这个他的同事发的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在中间这一块，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我把几个部分圈起来。他说，你光是看我前面在讲的，为什么说这个谢宜容你明明就是逼出人命来的，这加害者嫌疑非常的大，但是为什么你现在讲说是你没有保护好他？加害他跟没有保护好他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哦。所以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吴姓公务员他的同事他们怎么留言的。他说：“你是个认真的公务员，早上6点前就上班，然后下午4点半后再继续上班，但你会先打下班卡。然后呢，关键的我把它1、2、3、4列出来哦。第一个，他写什么呢？你被长官要求写人工智慧系统标案，其他单位没有被这样要求。这句话我解释给观众朋友听哦，这个之荒唐啊！”全世界，请问哪一个国家扣上 AI 2个字之后，就有所谓的智慧就业服务系统了？他是要做一套这个被谢宜容交办说要做一套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就业服务系统。那武哥，我问大家，请问谁想得出来人工智能就业服务系统怎么做？整个北分署只有他学资讯哦，然后呢，你知道写程式跟学资讯的工程师最痛苦的是什么？是客户连规格都讲不清楚，我不知道你根本要做什么东西，你到底是要做求职的功能，还是你要把履历表整合起来？你要什么？你规格要开清楚嘛。结果这位吴姓公务员到他往生为止，整个你看到那个劳动部的调查报告，他也知道连系统草案都拟不出来嘛，你怎么拟？过去没有人做过呢，所以他被长官要求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呢。那我问你，正坛度高不高？高。我现在只能告诉这个行政院跟总统府
台湾的政府体系，如果长官要求的是一个做不到的事情哦，再多工程师你也是做不出来啦。所以他被要求做这件事情就已经很荒唐了。然后他的同事这边补充怎么说的？他说他被要求做的事情，这个是 AI 计划。然后他的朋友说，台湾这块还没成熟，至少还要10年。我可以告诉大家，10年能不能产生人工智慧就业服务系统都不一定有啦。那你现在是要一个工程师哦，要他把它直接给干出来哦。那你想想看这件事难度有多高？而且我不懂，我们不是有速发部吗？对，我们有速发部、啊。我们的速发部，这不，我的概念应该是这样：如果你真的要搞一个像刚刚青王讲前无古人的这种事情，对，而且跟 AI 跟所有这些有关系的，那应该是我觉得那个吴信分析师他最多就是负责。速发部，我们要求的是这个样，你做的什么什么，你们能不能开发出来？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我跟你沟通对接，而不是把所有的东西丢到你身上去，我不管，你就给我弄出来。武哥这个问题我就可以回答你。好，我们这个劳发署的前身叫职训局的时代里面，他们就那时候开始就做这样的事情，什么意思呢？民间已经有人力银行了，但是呢花了大笔的预算再去做一个人力银行，然后呢到现在呢他们发现呢，他们要做的只要扣着就业这2个字啊，这个云端啊人工智能呢，他就可以去做这个东西，然后他要求要去做出来，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要求呢，随着科技越进步。到后面会越不合理嘛，所以呢，第一个它的起点的部分被长官要求做这个案子，建制这个案子下去了之后呢，这就注定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而且全部压在一个工程师。我以前在做一个系统建制案的时候，20个工程师一起干，这样子就要花1-2年的时间呢。那你把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前无古人的人工智慧就业服务系统，叫一个工程师要把它给生出来，哇天哪！你想说他什么时候做出来？看上不像，看下了公务人员的一个习性。他们重点不是那个系统，而是我有做这件事情，我要给上面看到，拿给长官看然后再去发包，然后再去处理，这个是我们公务人员的习性。而且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照青黄那样讲，你如果在一般的办公环境里面，如果你的要求是这么样的高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如果大家中间过程有什么困难，是可以好好沟通来讨论的。对，但是显然，如果你前面看到有这么多人在讲这个整个北分署所有的工作环境里面，你就很难想象有这段。你可以想象，当你做不出来的时候，结果会是怎么样？有这么多人在讲这个整个北分署所有的工作环境里面，你就很难想象有这段。你可以想象，当你做不出来的时候，结果会是怎么样？好，你可以想象这所有的过程是怎么样？我们来告诉大家结果会是怎么样啊！我下面这边有在列上去，你看它发生的第2件事情。他在11月1号的时候呢，长官呢面对他写出来的草案退件退回去，不但退件退回去，长官还破口大骂。破口大骂之外，长官在要求说11月4号星期一你务必要交件。这边快速的补充一下，谢宜荣呢，等于说这几天陆续被他之前的这些同事下属出来爆料说他怎么样呢？会要求下属，会对下属呢，除了这个职场霸凌之外，他的具体的方式就是摔公文，还有罚站。好，具体的例子，他曾经有过这个下属呢，因为电子公文的年份年限写错呢，把中间他不是找承办人是中间看过这个电子公文的10几个附记证，通通叫过来前面罚站，叫到前面来罚站呢，就一阵的咆哮，然后摔公文。这个过程呢，北分署很多人都知道，所以这样的一位长官，你被他退件，然后他对你破口大骂。他的破口大骂呢，其实是带有非常严重的贬义的，所以呢，他要你11月4号一定要交件。那我问你，他压力大不大？所以他跟他同仁聚餐的时候呢，大家都有慰问他，跟他说你辛不辛苦？然后他就默默的，就是直接吞了之后，就看到11月3号他自己去加班，然后他家人要去找他他家人去找他，但是被保全挡下来，进不去，没有办法及时找到他。就看到的是11月4号的时候，他连自己的生命都交了出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整段的过程里面，谢宜荣的角色，请问你是在保护他的角色，还是你是在加害他的角色？这一些前同事的叙述呢，你怎么看都是加害的角色。最后为什么要讲家长这件事情？因为家属的部分呢，你看他们现在要求的是要还他儿子一个清白。那你知道他的儿子其实坦白说看了也是心酸呐，因为他的儿子对这个家庭来讲，这个小孩应该说这个过世的吴姓公务员，新庄高中第1名毕业，中央大学硕士。
然后呢是同事眼中觉得好好先生，然后呢这个上班的时候还会帮同事买早餐，就这样的个性的一个人呢，那个对家里来讲。当了公务员10年，因为他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考上公职，当了公务员10年，最后竟然是这种方式离开，然后离开之后，长官在外面都说家属希望他低调，家属希望不要对外，然后呢，这个当事人透过通灵表示，这个也很感谢家长，这个。谢宜容变成是家属代理人到外面帮忙讲话，连讲话还讲到国会给黄国昌听。这一段事情就一整个非常的荒唐。所以现在要不是看到家属出来讲，希望还一个清白，希望有个公道，不要让他们被冤枉就好。请问被冤枉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我儿子真的不是单纯就大家讲说玻璃心怎么样，然后所以就走上绝路，是他真的已经忍到受不了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要特别帮他说明。他要做的这个人工就业服务系统有多荒唐，押给一个工程师去做，这对这个工程师来讲本来就是一条绝路然后呢，你押给他之后，始终无法做完，然后又要面对职场霸凌的谩骂跟罚站。那我只问一件事情你觉得是他抗压性不够受不了，还是这个体制跟这个长官就逼他走上绝路 ？OK， 义夫，整个过程当中有多少的机会能够让谢宜容表达这些歉意？事情发生了以后，那包括处理一个模式，身为一个长官，你是能够吊生问死吧？所有这些过程其实是可以好好处理的。中间还有包括告别式，一个机关如果发生这样的一些遗憾的事情，一个长官照理来说是不是应该到告别式去？也没有。再往下走，到了礼拜3，你看到那些东西，包括叫媒体删内容，看到了吧？这跟今天完全不同的一个态度。而且那天叫媒体删内容的时候，我接触到的所有的媒体的朋友态度是要战来战。你叫我删什么东西？身为媒体，我怎么可能会要删什么东西？好，所有一切发生，一直到了今天，你看到这些，你会发现过程你有太多的机会是可以表达歉意，但是没有，一路硬到今天，就是因为家属终于出来说话了吗？这所有这些的过程，再怎么样的眼泪，你最多说那叫鳄鱼的眼泪吧。我们第一个事件发生就可以道歉，告别式也可以去道歉。当然，你报告出来，你也可以道歉。你有太多时间点可以道歉，那他选择不出来。你看那个影片一开始说，我这几天之所以不出来，怎么样反省，怎么样不对啊？你有出来啊？你有找律师啊？你有到律师事务所啊？还跟律师委托律师发了那12点声明啊，还把政府这个朝令夕改、便宜行事还臭骂了一顿啊。你怎么没出来？有啊，你只是找律师出来对抗这一些人而已啊。你怎么没有出来？有啊，律师的声明自己都写得很清楚嘛。律师的声明里面上面就写而依谢女士来所是什么意思？就是来我律师事务所嘛。他有出现啊，他有去见律师啊，他透过律师函要媒体去删除或修改内容啊，怎么会没有？他出来了，态度很强悍啊，要媒体修改内容啊。然后第12点不是更强悍吗？什么批评政府朝令夕改啦，什么便宜行事啦，未审先判，里面都还提到法治国家社会上对法律事件怎么样应有的正常程序。哇，那抬得多高啊！一对抗媒体，2对抗政府，这种态度有吗？然后我觉得当初我就说过，那个劳动署的报告，这种报告宁可不要出。好，出了，他第一份声明，1、2、3所有的 title 都是根据调查报告，根据调查报告，3点都是律师声明里面，第1点完全配合调查，第2点这个都没有卸责啊，调查报告佐证，然后第3点又是调查报告，第4点调查报告，一直到第9点，他认为调查报告有问题了，就是说他的那个行为管理导致于员工离职，这个什么未尽详言调查，你前面都用，后面不用，因为那个对我不利，不要。对，然后你就看到
然后当初大家怀疑你新北检是不是把遗书拿给了那个谢宜荣看？新北检没有，但是律师声明告诉我们了一点，第4点，遗书2件，正本由现场员警以证物性质保存。什么意思叫正本？就有副本啦，那就是有影本哦。那倒不是有副本啦，因为遗书不会有副本啦。那意思就是有人有影印流程在谁手上？是吗？不然怎么会出现正本2字？如果都没有影印什么，就是那2件直接交给警方，警方就视为证物带走，怎么会出现正本2字呢？那你是不是把这个正本也带到那边给律师看了？律师要不要出来说明一下，你有没有看到那2份遗书？遗书可以随便拿给别人看吗？这里面其实仔细看那个律师的报告里面，其实某种程度上你会发现，原来还有蛮多细节在里面。然后里面你看到了这份报告，其实你看到了那个很多东西，然后他也不承认什么错误啊，也不承认什么啊。然后就像刚才青黄说的，我也觉得，行政院的调查报告也是很荒谬啊，因为你注意看谢宜荣的说法很多，然后里面谢宜荣也说到家属祖父家属怎么样，然后呢，却留了一句话。关系人家属因处于伤痛，无法受访。然后你的报告里面就任由谢宜荣说家属怎么样，家属透过什么，家属透过什么。好了，现在家属出来说话了。刚才那个画面，家属跪在地上那种悲痛，里面我那个电视台里面完整的说法就是，我叫他不要做。妈妈叫儿子不要做，那他一定知道一些事情，一定是过程当中承受了多大的一些，知道了很多事情嘛，所以叫他不要做了。我们家又不是没饭吃，给人家这样虐待，那妈妈知不知道事情？妈妈应该知道一些事嘛。那妈妈知道一些事情，会如谢宜荣所说的，满满的爱吗？一副最简单的一个人会因为满满的爱，我在这个单位有这么满满的爱，我选择这样的方式。然后呢，你告诉我这件是你跟谁讲啊？告别式不敢去，不敢面对。听分署里面人说，他连4楼都不敢去。事发的时候了，他不敢上4楼，用赖请大家处理这样。然后最奇怪的一件事，11月4号发生。我们从劳动部的报告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劳动部什么时候知道的？11月8日，经由社群媒体和新闻媒体报道得知。好，他自己说11月4号接了2通立委的电话。我很坦白的说，其中1通就叫黄国昌。11月6号上午10点到了黄国昌办公室。那黄国昌很早就知道了吧？不是看报纸知道了嘛？当然，他发了一个函要改那个报告的时候是11月9号嘛。因为11月8号刚好媒体揭露了嘛。那换言之是什么？部里为什么不知道？他去跟立委说明。第一个，这件事情你根本从头到尾都想隐匿不上报。根本从头到尾都想隐匿不上报，没有上报。因为劳动部告诉你说，我是从社群媒体跟报道知道的。第一个是他不上报，还是蔡孟良上报到蔡孟良不上报？谁隐匿？谁要把这个事情隐匿下来？我觉得他不只是要追查是不是因霸凌而死等等，这件事情还有隐匿不上报的责任问题。他的录音档里面有提到，署长告诉他有立委在关心，所以署长看起来应该是知道的。署长也知道的话，劳动部不知道。那署长还是分署长，
把这件事情就想私下盖掉了隐匿，不然劳动部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所以你从调查，你从行政那个劳动部的调查报告，还有现在所揭露的公文里面看到6号到了黄国昌办公室，4号接到2通立委电话，包括黄国昌，然后却劳动部本部却从头到尾不知道，要看媒体才知道。那不就是隐匿吗？就想隐匿这件事吗？那你说，义父，我问一下，发生这么大的事，有谁会想到在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人想隐匿，可以只手遮天？我没有办法理解啊！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发生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会有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你就看到了有2个人啊，因为劳动本部不知道啊，劳动部是看媒体才知道的啊。那换言之，根本没有公文上来嘛，没有报这件事上来嘛。如果你10月4号发生，你马上报的话，我怎么要看媒体呢？所以这不是一件看起来就是一个想要把这件事压住的作为吗？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嘛。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所以假托家属交代，家属嘱咐，同仁告知，透过家属透过同仁告知通灵，等等，一直到家属出来受访，揭穿，我儿子是受了什么样的虐待？一句话，哪来的满满的爱？哪来的满满的爱？他要求，他想要知道我儿子到底受了什么虐待，那跟你所说的满满的爱不是冲突吗？这整件事情一路到了现在，你今天经过了18天以后，你看到了北分署前分署长对我也不知道他最后为什么告诉大家他不会再担任北分署的分署长。这位大姐是。我自己不干的，不是被免职的。不是你已经2大过免职了，你不会再担任，你当然不会再担任啦。只是这过程当中，我讲，即便你不担任，发生了悲剧，挽回不回来，而且明显，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件事情一直发生到昨天晚上？好，到昨天晚上，因为今天上午大家才看到，他这个道歉的画面，到昨天晚上为止出现，我们这样来讲好了，在他这画面出现以前，你看到的所有的过程。总统道歉2次，行政院长公开道歉，劳动部长请辞获准，然后接下来呢是一个为什么这个分署长是可以一路坐直升机上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然后那个过程他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感觉上是这样。再来你看到就是一个包括跟全国对干的一个分署长，他有什么底气要跟大家这样对干？你告诉我。所以有人来讲说他是全台湾最大尾的公务员，总统道歉了，行政院长道歉了，部长请辞了，次长请辞了，然后他到昨天审议，真的，刚刚我真的听了他的，他前面那个所谓的道歉那个如果真的我在现场的话，我一定会扁他，听到真的拳头都硬了，他那个讲真的。我刚真的差点血压，还好你们制作单位我真的要把我送到医院去。我没听到他讲说。他刚讲通灵那个说前一天他讲说那个通灵说刚录音那个说看到通灵说那一个走的他的员工是平和安详。刚谢律师有提到嘛，没有人会平和安详这样子，然后用自己的生命去做赌注啊，这哪里的爱啊？我知道我乡下我来自屏东，我们不要讲说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只要考上公务员多么不简单，你知道吗？在我们乡下是要贴红榜的，那是家族的骄傲真的是这样子。以前我考上大学的时候也有被贴红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考上公务员都是家族的骄傲，结果这样一条人命，你看那个妈妈出来哭成这样子，哇，大家同理心，你知道真的心里面揪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谢宜荣还要把所有的事情把它安扛来，要吃案只有一个理由，他不把人命当人命啦，不把人命当一回事啦，他把他的官职、把他的官场、把他的升官看得比他的部属一条人命还要重要了。我不要像青芒讲说他到底有没有去事发现场去，好，他做贼心虚他不去，我请问你啊，你有没有去你的部属林前有没有去捻过香啊？你想基本了，你去跪在那里跟人家道歉，所以你连这种事情你知道吗？他昨天透过律师发了一个声明稿，
那12点理由听得上。第12点，刚刚谢律师也提到嘛，他说什么媒体给他公审，然后还来批政府、批总统、批行政院长，说什么整个行政体系便宜行事、朝令性改、未审先判能处置的乱象。拜托，你现在你是受害者吗？你不是你现在是加害者而且你看这律师的12点声明里面第11点了，鬼扯淡嘛！这里面真的是。你看第11点他说他的理由，当初在查泄密的时候，他说原先2月那时候在查泄密，北分署在查泄密的时候，2月20号联系，还有包括那个谢宜荣回去的时候，他讲说北分署的事情不能对外张扬，泄密在查什么？他在查原先他那个声明稿在查说罗东就业中心约聘人员考评那个分评表，这个为什么泄密？他在查这件事情可是后来被人家抓包了。这个罗东就业中心的约聘雇，这个是今年5月才发生的事情5月底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就说谢宜荣当初就说标他部署，然后还有包括查泄密，这是2月，拜托你2月的时候就预知5月的事情吗？所以这个声明稿我这样讲了，真的对谢律师可能有点不客气了。这个律师一样被谢宜荣根本被他利用了嘛，扒了这12点的声明稿。对，这律师有帮助吗？我认为律师这个吴律师干脆就解除委任好了，你要替他辩护下去吗？他现在是被告所以是这样子啦。我觉得他的心态到底是什么？到现在还在硬凹刚刚的道歉声明，刚刚那个录影真的。我就听到实在是令人荒腔走板。你不要发这个声明稿，不要发律师函，你现在道歉都没有用。你现在就到家属面前，到你的部属面前，你就那边鞠躬跪在那里道歉，去捻个香，真心的忏悔还比较有用，好不好？所以这件事情，谢宜荣已经现在变成不是全台湾最大尾而已，他现在是全台湾公愤最多的一个人，民怨都在他身上。那当然。现在可能政府包括所有要去查各部会相关，有没有可能像刚创下讲的嘛？有可能是 Me Too 会感同身受。那公务体系为什么大家各个部门都有一样霸凌的事件去查？可是除了行政部门的相关的系统性要去查之外，这件事情我觉得家属要的是真相。那对其他的公务员是这样，大家会担心人心惶惶上，我会不会变成下一个？就大家会担心嘛，所以会变成一个同理心，说怎么去查？这个第一个要给家属一个交代，第二个真相要查出来，所以重启调查报告。那第三个是行政部门里面的政治责任怎么去负担，怎么去厘清。所以不是部长离职而已，而是把整个一连串的，包括第一个给家属一个交代，然后查明真相。那谢宜荣该负什么行政责任，甚至司法责任，他自己要去面对。最后是一个行政处理、危机处理，政府包括这一部分的危机处理好像不太及格了，所以把它怎么去修补漏洞，最后再来处理。OK， 整个事情那不管是在网络上，甚或在媒体上，在全国炸锅。最主要发生是在应该是礼拜2吧，就是劳动部的那个调查报告出来以后，4个字：目的良善，整个炸锅。我们那天在晚上在讨论的时候就讲，第一个我们在等你的调查报告，我要看看政府是不是真的认真在处理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要给包括死者、包括家属的一个交代。接下来呢，家属的心声，那要让大家知道他们有多悲痛的这些。这整个炸锅，若芳，第一件事情。谢宜荣到底是什么底气？有人就在讲说，没有办法，他就是背景硬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背景是硬在哪里。OK， 可是要不然的话，你告诉我怎么会这样？好，也有人说他就是很会向上经营管理。那通常向上经营管理，他就是这个样，眼睛也许看上不看下，所以有很多后来出来爆料，我想清华那代很多，就是他在过程当中对于他的下属到底会是怎么样。可是所有这一些的事情，我就讲，就算一般像这样层级的单位。如果单位里面假设有一个人很遗憾、很不幸的，是因为一般的事情，譬如说有感情的事情或什么事情，如果这样走了的话，主管也都会去表示哀悼，然后上香或什么。结果是因为你里面发生，包括包括你的霸凌、你的经营管理，所有这些事情，结果中间过程是不闻不问这些。我觉得因为现在。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会讲，像明贤哥讲说，他们乡下只要是考上公务员、考上大学是要贴红榜，所以因为大家都觉得公务员叫什么铁饭碗，但是我觉得从这件事情开始，我觉得大家会把铁饭碗现在变叫做血饭碗，第一个超时，但是他不能打卡，他打的就是我先打完卡我再去工作。
第二个，如果受到了长官不管是言语上的霸凌，亦或是工作的施压上面，没有地方可以讲。好，即便讲了，发生什么事情被压下来。那我今天看了，我觉得先讲那个调查报告。我昨天看了，我自己虽然我们是执政党，我自己看了也很生气。我想说，你怎么会出这种报告？好，即便讲了，发生什么事情被压下来。那我今天看了，我觉得先讲那个调查报告。我昨天看了，我自己虽然我们是执政党，我自己看了也很生气。我想说，你怎么会出这种报告？这种内容，什么叫目的良善？而且这么多的这个公务底层的公务人员，因为爆发之后，很多都向李宇翔议员去澄清说，他们实际上受到了什么样的言语上的霸凌或是辱骂，甚至你看传出来说啊，这个录音里面他什么？我不允许用这样子的强硬的态度对公务人员讲话。我觉得你说他的这整个调查报告里面啊，他的这个什么行事作风啊、领导风格啊，什么跟这一次的这个员工的不幸的事件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或者相关关系。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完全全民没办法接受。我觉得是大家都一定要求行政院亦或是相关更高阶的这个高层的长官介入要调查。好，第二个，我刚刚看了这个调查他的道歉的时候，我觉得谢宜容他从一开始所有的态度就是这件事情能不要被浮上台面，能压尽量压。从什么时候开始？从2月的时候，有人就是开始去检举这件事情，向上举报他可能在职场上被霸凌。谢宜容用什么态度？2月20他被约谈，传说是2月20被约谈嘛，他2月21号直接发了一个他们所有单位的公文哦，就说如果你再去讲这些有的没有的，或者是举报透露相关的讯息，他是说用刑法来办你们这些公务人员，这为什么？就是要你们全部都闭嘴，就是施压。那他刚刚在那边讲说啊，我的领导风格我没有接住他，你在2月就可以接住了，但是你采用了一个尽量能压我，就是让你们都不能讲话的一个强硬的一个态度。好，那到11月4号发生了，你11月6号啊，你说你还可以去黄国昌那边哭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但讲的内容都是一样。而且再来，我都不晓得说你今天这个道歉哪一个是真的。对我来讲，我看起来是律师发的声明那些内容才是你心里的想法。今天这个道歉，其实影片就是因为已经引起全台湾所有不分阶层所有的人的公愤，你被逼得出来讲这些话，那真的是对于家属来讲，他们会能够接受这样的内容吗？所以你说他的向上管理，而且我也没办法接受许明春昨天讲的那些内容。他说啊，没有啊，因为他对我是长官的时候，他讲话都不会这样啊，是在讲废话吗？哪一个人敢对长官讲这些话？你讲这种内容，再来你要签他当分署长的时候，难道你不会稍微看一下，就是他的资历按照公务人员的体制来讲，他是可以从科长直接就到分署长吗？这是有相关的一些体制上面啊。你既然讲到这，那我们大家就来讲。所谓的背景硬，从这一段是不是可以推证出来，他背景真的很硬？一个公务人员，我讲公务人员从科长，如果要到分署长，没有其他资历哦。对，没有其他资历哦。你知道，你如果真的没有背景硬到这个样，你要升多久？而且你的考绩基本上要好，你真的能力很好，你要这样一路这样升多久？他可以这样子。然后分署长被问到这个的时候，他也不给你答案。他只能说我深自检讨一下，这样就结束吗？他还是没有告诉你他背景到底有多硬。而且啊，你知道，因为今天那个李宇翔议员他其实还有再传一个给我，你知道他们这件事情之后哦，因为整个已经炸锅了，在上礼拜5还礼拜6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这个内部的简讯还传什么？他说大家早安，分署内部现在要去查里面到底还有没有，就是不可以。他说所以这些资料不是个资。但是叫大家不要再去讲，还在传这些内容。这在什么时候的事？这个我看一下，它是应该是礼拜6的时候，礼拜6，对，还在抓泄密者，而且呢，这个人还给李宇翔爆料，就是讲说，北分署要抓内贼，11月11号也是这礼拜天，还要清查通联记录。
北分署现在已经是在整个风头浪上，你还敢传这种东西？现在都在调查了，你还要继续压？我觉得这会让很多的公务人员更不满，而且还有公务人员讲说，他们也担心，如果之后现在出来讲，会不会之后被查水表，会不会被秋后算账？我觉得这都是。你现在告诉我会不会？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这是行政院以及劳动部他必须要去保证的。如果当赖清德总统已经2次道歉，行政院长公开道歉，然后赖清德总统已经讲了那样一些指示，如果还有公务员会担心这个，若芳，你告诉我，如果还有人会担心，这是什么道理？没有，我觉得就表示大家已经怕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从之前一直这个，不管说这个谢宜容到事情发生这段期间，公务人员所感受到的就是，我去投诉没有用，因为都被压下来了，通通都没有，反而还被警告说我们不能再讲话，如果再讲话会被刑法的处分。如果帮我补充一下，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哦。你知道，像刚刚我们给大家看这一些啊，等于说是这个吴姓公务员他的同事们啊。觉得他在社群上面要替他讨公道，可是你知道他们也一样提到劳动部在做那个调查报告，劳动部那个调查报告是写了一份问卷去问他的这些同事，你知道这些人在讲什么吗？这些人在讨论，对，就是我们这个基于替当事人讨公道，所以虽然还是要去做，但大家有心理准备。被约谈的过程里面，这个录音讲到的内容，随时有被泄露出去的可能，你就知道这些人心里怕到什么程度了。OK，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行政，因为总统已经道歉，然后道歉2次，这一个就必须你要有一个保证给这些公务人员，就是你讲我就不会有被未来查水表的一个状况。那现在除了说中央部会各个基层的公务人员开始炸锅之外，其实你也会看到台北市其实各个县市其实很多的公务人员都开始出来讲话，有在投诉。我直接讲，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其实有传出说这个社会局台北市社会局的身心障碍科。他们这个工作量大，内容大家都他们就是工作量大，都加班，然后而且被压榨。然后我就去问，我觉得我们的劳动体系最照顾劳工的这一块到底在做什么？这个是劳动局回我们的，他说对我们在10月17号，也就是上个月有收到了陈情人是公务人员，但是他说因为不能适用治安法，但是你还是可以去劳检啊。他说那这个我改给社会局去调查，但是本局呢将另请劳动检查派员了解。过了1个月，我们调了资料，这件案子已经就从中央现在到地方，很多公务员跳出来了。我们调了资料，你劳动局才讲说我们会派人去了解。1个月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政府体系，你完全不把公务人员的职场的权益放在心上。那你说好，即便治安法是不适用公务人员，但是我们要讲的就是，那公务人员的保障法这一块是不是要修？是不是应该给予公务人员有相关的一样的保障？好，各方刚讲的，我相信在全国不管哪一个部会或是一般民间的公司，就劳基法适用与否都不管。你说会不会还有出现不管有没有职场霸凌的问题的？不管有没有这些，当然都会有。那赖清德总统今天也讲说要建立一个友善环境，所有这些都应该，但是。我们今天把目光焦点就摆在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这么样一个让大家心痛的案子，以后不要再发生。所以这个案子真相全部都出来了吗？当劳动部跟你讲说要再重启报告调查的时候，大家都在等。那我们就看后面的调查报告到底真相是什么，还家属公道，还社会一个真相，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东好，刚讲说在上礼拜6的时候，他们还在查内鬼。你可以想象为什么吗？上礼拜6 16号。他们还在查内鬼，因为19号是劳动部的调查报告出来，你看了劳动部的调查报告，你当然知道他会很大方的再继续查内鬼啊。那个报告出来，你告诉我，当我目的良善的时候，我怎么不会在里面继续这个样？所以这就大家讲，为什么你的背景可以印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大家怎么样发生这么多事，你都不用走？所有的方式是不是如出一辙？第一个，2月的时候，次长约谈完以后，次长走了嘛？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因果关系。那劳动部麻烦一下，这个也调查一下好不好？这到底为什么一个长官约谈下属，结果后来长官走人了？好，到底为什么？第二个，那个时候回来以后就讲说查有没有内鬼之间，等到这件事情已经烧成这个样子了，礼拜3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出来跟媒体说，包括发律师函？东豪跑司法这么多年，东豪当律师函、律师声明发出来以后，对一般老百姓是什么感觉？我是对的啊，你们不能诬赖我，你不能公审我啊。所以他是跟整个政府对干，他也跟所有声援关心
这一个公务人员的人在对干。好，可是我先讲我自己的判断啊。这个不管它有多硬啊，现在都结束了。为什么？我讲我的理解啊，为什么会今天才出来拍片子，然后早上丢出来？为什么？因为北宜分署被搜索了。哦，检调去搜索了，调查局搜索了。哦哈 ，OK。然后你如果再注意一下北宜分署，因为这3案件是乡字，乡月对乡宴的乡本来如果是调查这个3案件本身的话，照道理这块不是调查局的专长，对，因为你需要的是法医，你需要的是警方或者是消防局，你用到调查局，只有一件事情，调查局的专长经济犯罪、贪渎、国安，所以新北地检署的分案是渎职罪。不是死亡的那些的哈，所以是跟这2天大家爆出来，包括那个钱有没有挪用的问题或什么都会有关系。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调查局今天搜索北宜分署是渎职罪。好，这个谢宜荣所有的讲法里面，你当然会觉得反差很大嘛，因为也不过就是礼拜3的事情，那个新闻搞出来就是跟大家对干嘛，因为他觉得他被霸凌，他觉得他被公审，全民公审嘛，然后被政府。就你原来的调查报告其实对我有利的、对啊，我是管理不当啊，但是我不是造成他死亡的原因啊，我承认我有管理问题啊，但是死亡跟我无关的，他其实一直在讲这个，然后一直干嘛？他保自己的位置，他为什么他还想保位置？前面每一个。而且他有信心可以保到，而且你要知道，连黄国昌办公室都被说服哦。谢宜荣在6号，应该是早上吧，就到黄国昌办公室去做说明，这个说明是有效的，一直到8号新闻见光嘛。9号，黄国昌委员办公室正式发函要求改会议结论嘛。那个会议结论在那个截图里，在那个上。然后还有逐字稿都有出来嘛，我就一直没看懂嘛。为什么他会讲说他就好像黄国昌办公室会讲说他们不会去渲染，所以他的说服是有效的，他影响的程度让黄国昌办公室相信这件事情。黄国昌后来不是讲说他一路骗，他的意思是说他来办公室哭了半天，是，然后那黄国昌说他原来还是在骗他们，所以他的眼泪是有用的。你的意思说他的眼泪是有用的，所以他今天如果接出来这个整个画面，他哭的是有用的、啊。我难以理解是，他有办法骗黄国昌办公室。黄国昌不是监督的很厉害吗？你不知道他遗书影本有没有印象？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而且你注意看，我因为何佩珊是老朋友。但是我跟314我们都不能理解，佩珊在看到那个调查报告的时候，怎么让他出手？好，这块不得而知。是，可是有一件事情很明确的，调查报告是对谢宜荣是有利的。参与调查报告的有许传胜，他是正次哦，他本来就督导这一块的哦，有政风处处长哦，有人事处处长哦，有政风处处长。他内部委员很多哎。你写出来报告，结果是这个样子。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能够引爆的能量会那么大？劳动部自己本身的报告关键，虽然霸凌很多，也不会消失，但是你做出这么不有报告，所以整个大炸锅。为什么讲官官相卫或者官官相护？我很难以理解。所以你卫福部已经自己劳动部已经成立自己的调查报告，那么多人不是没有社会经验的，许传胜也那么久了，你们怎么会比较相信谢宜荣这些人的说法？所以这个调查真相这件事情，一块是调查局检察官指挥调查局有没有渎职的问题，一块是监察院会去追究相关的行政责任，还有一块是这中间整个劳动部的处理过程当中，王安邦还在，他应该是9月才请辞才离职的。王安邦很好问啊，为什么2月的事情许明春说他不知道？然后你看到这里面踢皮球踢成什么样子？许明春说他不是他提拔的，他待他办公室2年。
我们以前跑法务部跑部会的时候，就很知道，有一个公务员能够调到部长是2年，部长当然会提拔他。至少你的职等、你的缺，这里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定会照顾啦。这时候踢皮球踢得那么干净，说是因为那个劳动力发展署的署长，没有人这样踢皮球的。如果像许明春还想选高雄市，再见了啦。可是这时候你们至少叫民进党党籍的政治人物哈，踢这种皮球，会让人家厌恶民进党。已经拿了一个何佩珊记起了，看能不能止许。还有许明春这样子在讲话，不管你跟花妈过去跟多久，自找死路。东豪，我刚前面讲的有一段很含蓄，我不知道观众你有没有听懂？就是大家都是老江湖，大家在官场都这么久，为什么会让这份报告这样子出去？这个观众朋友，你有听懂吗？意思就是每个人看了都觉得不应该是这份报告这样子可以出去，但是最后他就是出去了，是不得不让他出去吗？就是我也没办法，虽然我知道这个报告那很难说服大家，可是没有办法，它就是背景音，是这样吗？因为你很难想象，光那几个字就会炸锅。因为你很难想象，光那几个字就会炸锅。为什么那天报告一出来，我们一看到那个，就直接在媒体上告诉你，你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些？这些老江湖不知道吗？大家在政坛历练这么久，不知道吗？难道真的有人可以硬到会是这样吗？好，这件事，赖总统2度的道歉，你就算不用震怒2个字吧，但最起码已经宣示到政府的态度。行政院长公开道歉，部长请辞获准，还会出现像这些？因为刚才创下你说。谢荣还想保位置，怎么可能？这怎么保？基本上呢，根据任何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你要找到真相，一定是外部调查。你现在还在这边内部调查，我就不相信调查最后可以有个真相。你没有外部调查，你不启动外部调查，或者是外部调查进来介入，外部调查已经进来了，监察院跟检调那是另外一回事的外部调查，那是。纠举啊，弹劾的外部调查，整个这个事件的过程，司法那都是你行政上的外部调查，你应该有一个跨部会位阶的外部调查要下去，最起码可能要拉到院级，然后去组一个跨部会。那第二个呢，谢宜荣为什么这么有底气？然后现在很多人呢在那边讲说，就是什么可能什么派什么系，人家郑文灿都办了。人家你会相信赖清德会怕这个吗？一个赖清德都要2次道歉了，你跟我讲你有多硬啊？对，你有多硬嘛？最大尾的赖清德都道歉了，这个就职满半年，同一天，行政院长是鞠躬，你还有什么底气？有谁比较大？原因他的底气在哪里？背后的那一个，我刚刚讲的政府治理的破口，那一群文官集团、执行集团。那为什么这执行集团？我们讲实话啦，专门执行各种劳检、劳动权利的是各县市。所以如果你是那些官，你看到那几个字眼，那里面什么赖呀什么的，你马上就是发动抽查了啦。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看到那些文件都过去了，然后都没人讲话了？因为现在其实你刚刚讲那部会是以前啦，我那个现在的部会这几年流行一件事情叫洗资历，大家来洗资历啦。什么叫洗资历？洗资历就是说。比如说像经济部啦这种部会大部交通部啦，所以那里面的官员战战兢兢。那很多的部会平常也没人管啊，也没有业务啊，所以呢有一个坏习惯，其实也不是从大概就10来年了，就跟以前那些将军洪仲丘命案那个时候的一样，大家赶快升个官。历练一下就走，所以你今天就讲说又是什么哪个人的次长，哪个次长？我说实话啦，劳动部不是台湾媒体的主要部会，所以很少有媒体专注的记者，通常都是兼职的，通常都是代班的。他们这几年都碰到的事情是去了以后，看到一个人拿了一个新名片，次长好，局长好，
几个月再去一次的时候，又一个局长好，上面都在洗，所以你不要讲说他们什么谁有多把苦多强，谁在照顾谁，大家都是洗了一个资历。那你上面的领导层是这样搞，下面的文官呢，我也这样搞啊。所以呢，那些职等，我今天呢文官都到了一个位阶，其实11职等、12职等差不多啦。退休以后，我历练过某个职位，我就可以下来了。我下来之后，我退休的条件就不一样，我准备人生第二春。所以他们为什么你说这个调来调去，那些文官系统互相保护嘛，山水有相逢。今天我不拦你，明天你不要拦我。所以你会知道说为什么那份报告一路下来，一路下来之后，以他们那个讲老江湖，但是我今天拦了你，哪天我出事怎么办呢？所以刚刚的谢宜荣的背景是什么？这一个体系，所以你今天要去彻底改变，你要去针对这样一个体系，他们习惯的。所以有时候现在有很多人讲说啊，做得很苦啊，什么做一下会自动降阶，那没有降阶啦。我局处长要负责任的啊，我历练过这责任之后，我现在去当主秘啊。我退休之后条件一样。所以其实这里面是政府要去处理这个政府治理的破口，是你要很清楚的一个全方位的去重新整顿。尤其是很多在新闻上的边缘部会，这样一个现象，我为什么讲到成千上万？因为我行政院跑了几十年，里面我认识的、听到的这种洗资历的状况，造成官官相护的状况，造成我彼此之间，我今天不惹你，你以后不要惹我。大家的这个恶习才是我们这个政府最危险的事情。OK， 这样的一个恶习，在赖清德总统第2度道歉以后，下了一些指示以后，真的能够从根整个改过来吗？来，我让你听一下赖清德总统2度道歉的内容。来，首先，我要再度向日前离世的劳动部同仁表达哀悼以及不舍，向家属道歉。同时也向受影响的同仁表达歉意。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处置态度是：第一，严查严办，还给离世同仁以及家属一个公道，并且向社会大众交代，谢宜荣2大过移送惩戒，蔡孟良署长1大过调离现职，并且全案移送法办。劳动部何佩珊部长也已经请辞获准。第二，政府为以此事件为戒，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好，你看到继行政院长公开道歉以后，那赖清德总统也直接公开道歉，下了相关的一些指示，政府未来要怎么样一些做。但是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你在今天大概从新闻一打开，看到所有的荧幕上面，你大概都会看到前谢宜荣分署长他在镜头前面道歉落泪一些的画面。我不在乎这样的眼泪，我在乎的是一个年轻人生命为什么会这样的消失，真相到底是什么？家属的公道真的可以还得了吗？在你今天看了一整天，也许你看到他的眼泪所有的这些同时，我让你看一下事情一发生，还记得我们刚才有播过他是怎么样对下属的要求的。我让你再看一下，相对于他的眼泪，那老母的眼泪，谁能够安慰得了？来。小怪魂啊！你将来安怎做？我当然来叫人甲人讲话，叫莫做。难道你无负担，就是哪个人？心碎哭喊，瘫软在地，旁人不断安抚，仍止不住悲伤情绪。一想到宝贝儿子的离去，心痛到不行。眼前这名妇人就是吴姓公务员的妈妈。妇人情绪溃堤，久久不能平息，悲伤的哭喊声伴随愤怒的控诉，字字句句听在旁人耳里，忍不住鼻酸。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一名吴姓公务员疑似长期遭长官霸凌轻生，消息曝光引发社会哗然，家人更是悲痛万分，母亲心碎吐露心声，表示家中有5个孩子，吴姓公务员排行老2，从小待人处事都很好，一直都是笑眯眯的，就算要管教也都舍不得打他，每天都要等儿子回来一起吃晚餐，会先帮儿子洗好便当盒装饭。事发那天没有
有等到儿子回来吃饭，做母亲的饭也吃不下了。如今一个儿子已经牺牲，跟政府没什么好说的，只求不要官官相护，还给儿子一个清白。我不允许大家在以讹传讹、内部讨论，甚至是对外，我绝对不允许。大家做得到吗？做得到。大家做得到吗？做得到。做得到吗？做得到。我听到署长告诉我说，有2个立委知道的事情，是北分署承揽的人力对外去说的。我非常非常的愤怒，那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北分署所有的同仁，所以我不允许大家在外面跟我说嘴，说什么职场霸凌这件事情，事实上这不是事实。对于还在资讯小组工作的同仁来讲，或者他的直属长官，情何以堪？本来今天下午家属跟葬仪社的人，今天下午本来要到资讯小组去做招魂的动作，结果葬仪社的人里面有一个通灵的人，在台北医院的往生室跟对话，非常非常的平和安详。在你看到谢荣今天的眼泪的同时，我只是很平衡的让你知道他平常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尤其是当一个年轻人往生以后，他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一个态度。真正落泪的老母亲那个呼喊，每个人听了都会心碎，但是还是回到那句话，家属的公道什么时候能够讨得回来？真相到底什么时候真的能公诸于世？张哥，我先问一个，媒体上有报道，这点我没有办法认，你告诉我，说谢荣常常爱嘴说她老公是绿营金主，我不知道是不是，就算有人是吧，我不管你是哪个阵营的金主，就可以这样吗？这就一句话嘛，白显嘛，告诉大家说，我老公都是金主，你们谁想动我嘛？不就是一个白显，就告诉你。若芳，你等一下回应一下这一段。就是告诉我，我觉得一件事，我觉得倒是可以了解一下她老公到底捐了政治现金给谁了。刚不晓得有没有申报等等的，还是私下给，还是他碰风？其实这里面就是告诉走到哪里，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家里面是给民进党执政党钱的人。他现在不是告诉你说我的官职是执政党或是国家给的，是告诉你说你要知道我的背景是我老公是他们的金主那种说法的嚣张程度到什么地步嘛？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一个人是不仅是官位。还把他们家庭里面当做一个强大的势力与筹码，压垮很多公务人员嘛。我不晓得这句话他敢不敢跟，搞不好也有跟蔡孟良讲过。搞不好还有跟谁讲过嘞？你说到现在，你看不出事，出事大家切，不出事坐直升机。你说到现在，你看不出事，出事大家切，不出事坐直升机。这里面故事应该很多吧？许明春说这是署长的业务职权怎么样？请问一下，我们大家跑政府单位也不是1天2天了。一个署长去部里调人，部长是调人。你认为，而且一调是坐直升机这样升官，调部长室的人，部长跟你说，那是他的职权。天哪，我们从来没看过一件事，就各分署里面底下的单位要跟署长室调人，不用经部长答应的。你相信吗？可能吗？部长室的人任你底下的单位爱怎么调就怎么调吗？所以你今天许明春讲那话，大家能信吗？
我完全不能相信，那个切割到如此地步，我真的觉得是太扯了。嚣张，其实我说一句话嘛，你看劳动部的报告就好了。他有没有资格嚣张？有吗？有啊。喂，你看督导我的次长担任小组召集人，里面的报告都要写目的良善。你说够不够嚣张？够不够嚣张？所以你从报告一路上来，当然我跟东豪都很纳闷了，我们都认识佩珊了，我们都很纳闷，这份报告怎么会出来？他怎么会答应让这个出来？昨天我们就在聊说，怎么会让那一份报告出来呢？那我们想了半天想不通，那唯一一个能想通的是什么？什么？因为他到劳动部根本没有带人去，他没有劳动部，他没有自己的人马在那边，全部都是旧友里面，尤其有些次长什么，他就是许明春留下来的人嘛，许明春留下来的人嘛，那到底是何佩珊指挥他们，还是何佩珊被挟持，一定要通过这份报告？我现在不知道，我现在不知道，否则我真的不懂。一个在行政院当副秘书长幕僚的人，动不动就要出来处理各部会跟立法院的事情，如果出状况还要救急去处理事情的人，怎么轮到自己当部长处理自己部里的事会搞成这个样子？不能理解。那唯一的就是，反正这个部里都是旧有的人马，没有他的人马。他根本无法指挥得动，他无法指挥得动。但大家也纳闷，你指挥不动，你往上走，你这份报告把它退回去，你坚持我自己出来开记者会，说我无法认同那份报告，我要求退回，重组调查小组。我今天讲一句话，今天如果是这样处理，大家还觉得该给何佩珊掌声，结果偏偏你跟许传胜一起开了那一场记者会，而你开了那一场记者会，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许传胜在主导的嘛，这还用讲吗？小组的召集人，许传胜以前跟佩珊也熟了，因为可是许传胜原来是在行政院东部办公室啊，也待过高雄市政府啦，然后。当然你注意看一句话，何佩珊在被询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他致命伤。他说：“何传胜和许共事30年，我相信许不会寻死。”林淑芬当初问他的，开场许传胜第一句话告诉调查小组里面的成员说，要还优秀人才公道。这是林淑芬讲的林淑芬还爆料一件事啊，什么？说谢宜荣经常用北分署的预算去购置礼物，让许明春出访当伴手礼。如果那个林淑芬所说的为实的话，那你跟大家讲他的后台是谁？不就是许明春吗？不就是许6年的部长嘛？对，然后就是许明春留下来的这些人嘛，不然还有谁？蔡孟良嘛。你看蔡孟良护到打电话跟他说：“署长告诉我有2个立委已经知道。”那署长告诉分署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赶快处理啊！提醒你一下，黄国昌果然处理好了，赶快处理吧。就不要让这件事爆的意思嘛，吃人，那就是你们想要把这件事情掩盖下去嘛。那他的后台又有谁？你看蔡孟良急着打电话，事情发生急着打电话跟他说：“我告诉你，我有2个立委，我怎么样？”一个署长对分署长，分署长爆发这件事情，你向署长还要这样打电话那他的背景是谁？不就是
许明纯留下来的人吗？我刚刚讲到所有这些，尤其刚刚讲到会不会是哪个阵营的金主啊？我不管你是哪个阵营，是谁的金主，但是真的因为有这样一些话，因为你没有听到，包括谢宜荣联发律师还没有跟你讲说这一段，那子虚乌有啦，或什么这些东西，他告诉你那个白布或什么那些东西，那一段不要以讹传讹这些，如果真的有发生这样，他会在外面嘴说她老公是绿营金主这些，若芳。我觉得以一般来讲啦，如果真的是金主或大金主，好，一般来说会比较低调。他会比较低调，基本上他们就会很怕被贴上政治标签或什么。其实基本上大部分的金主对我们来讲啦，支持的这些人他都会很低调，很低调。那你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大金主，或者是谁的后台？我相信有可能他有支持的对象，或者是他可能有赞助一些人，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谁。但是我觉得他很白目的就是他把他一直拿出来说嘴，意思就是告诉大家，第一个，我后台很硬啊，因为通常大家都会认为说金主可以去找很多人来处理一些事情，他就觉得第一个后台很硬，第二个他一直强调他是直升机降落的嘛，那第二个他可能就要强调说，因为我们是后台很硬有金主，那我的位置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你们这些公务人员都给我小心一点，不要在那边碎嘴其他的事情，所以他才可以从2月爆发之后就还可以大拉拉发公文，甚至刚刚有讲到说署长还可以打电话，我们什么时候看过下面的部署发生事情的时候，署长说，我提醒你一下哦，用这种方式，通常都是上面长官就直接下来处理了，就直接就要办了，或者是调查开始启动了，你怎么会用打电话？正常不是应该？你们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把报告给我送上来，就直接告诉我发生事情的原因。应该是发生事情的分署长打电话跟署长说，署长，报告我这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这边发生事情了。对，这是倒过来的。对，但他是整个颠倒过来，怎么会是上级长官去提醒他？因为他们的心态是说，不要给我出事啊，处理掉，免得害我。我觉得不管什么心态啦，他们这种心态，我觉得刚刚有讲到，就是第一个，我那时候看到的是这份报告为什么要出来，我觉得超纳闷，因为一般常理看到这种东西，都一定是退回，他怎么说？第二个就是到底11月4号发生事情的时候，是谁把这个案子全部当作个案，或者是好像是意外发生一样，把它全部压下来？为什么没有人向上报？因为这不是受伤弄丢扣胸还是怎样，它是一条人命，怎么会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离谱的是，11月8号的劳动部居然是写说，我看新闻才知道，你劳动部是看新闻在办事情吗？我觉得离谱的是，11月8号的劳动部居然是写说，我看新闻才知道，你劳动部是看新闻在办事情吗？我觉得这是太扯的一件事。如果今天是发生在台北市政府，一定会被所有的议员电到爆炸。就是那我要你的部干嘛？你全部都是看新闻来处理，那连部长都不要，我们随便找，我们就请媒体来当部长就好了，因为说不定消息都还比你还要快。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态度？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谢宜荣，他很白目的，就是把这件事情，就把他的背景，即便很硬或干嘛，通常人家都是很低调啦，他把它拿出来当做就很掐牙，一个代志，就是这是我的护身符，你们就不要怎么样。他真的是不怕别人去检举这件事情吗？他就是不怕吗？就是已经大到不用怕了。有人会怕的是因为你还不够大。不，讲这一句大不用怕啦。讲这个金主的问题，还不只是说告诉底下我背景很硬了，还告诉上面不要随便乱动我，不要惹我，你少来动我，是不是少来动我这样的状况？是不是金主？只要知道她老公的名字就知道了啦，哪有那么复杂？查得到。对，名字出来就一清二楚了啦。没有，然后这个事情有一块很容易解决了。何佩珊这个时候一定不会再去被骗了啦。对啊，何佩珊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劳动署是什么时候跟他报告的？通报上去的时间。那通报是直接报部长吗？许传胜有没有？还是先告诉许传胜？因为许传胜负责督导嘛，政次嘛。两个立委。可是很好，最起码从刚才讲，因为劳动部自己的新闻稿是告诉你。
不是11月8号，他是从媒体知道的，对吗？我看媒体了，对嘛？这大家看得到的资料上面是这样子嘛？所以你就知道说，不管佩珊过去处理过多少，处理事情处理的多好，这半年的劳动部部长，他很多事情恐怕是在状况外。然后你要知道，劳动署在新庄，他的部本部在松江路，对，那个真的叫做独立小，那个叫独立小王国。在像以前跑调查局会我们跑地检署，从台北派到外县市以后，那就叫做地方王。来，明雪。所以你包括刚刚在讲说，不管就说他的背景多硬，或者是不是绿营的金主，这都其次啦。可是发生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谢荣引起全民公愤？有2个点嘛。第一个，这过程中就说报告出来以后，有点给人家感觉官官相护。第二个，基层公务员大家会同理可心。我想很多就说一般民众大家不会同情官员呐，大家会同情的是基层公务员。所以你调查报告出来说你是帮官员帮谢宜荣讲话嘛，你没有帮基层公务员讲话嘛。所以过程中啦，酿成危机处理是这一块啦。所以基层当然要调查说，现在不是说查金主，他的先生是谁的金主，我觉得这不是重点，我认为这个画错重点，而是要去查明原因，说过程中为什么会官官相护，包括什么时候好，就说劳动部的新闻稿说我是看报纸，我11月8号才知道，老想我有点不太相信呢，真的会无能或真的是我帮你补充一点，完全没有通报你就不知道。我大概是5号6号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因为我家是考试院嘛，我每天会早上在那个合体运动，那有很多退休的军公将。我就听到他们在讨论这件事。5号6号，对，早上，所以他们比劳动部还在找，所以其实那些军工就自己会传嘛。对呀，所以他们在开国事会议就在谈了。发生之后新闻出来了，那包括劳动部没有舆情会议，没有在简报吗？看一下都知道好不好？所以老实讲啦，何佩珊部长下台只是一回事而已。那过程中，我觉得他在立法院答询也不能说推给说什么文官体系有着难以掌控的陋习，不能把所有事情推给文官体系，我也不太认同说什么许明春留下来人马掌控了劳动部，这不是借口。而且我很好奇，我真的想去查说目的良善那个到底谁写的啊？对，到底谁起草这8页的调查报告？到底谁起草？问许传胜就知道了，因为他召集人啊，对，所以司法调查还有刚刚我觉得那个创夏讲的没有错，就说外部的第三方调查进来，就把这些真相查清楚。我觉得这些第一个该给社会交代，给家属交代，这些才是危机处理的根本啊。我讲一句话就是，那份报告真的是，真是太神奇了。政风处处长，政风政风处处长也看不懂那4个字是什么吗？没有，他们看得懂叫呕心沥血。然后有人事处处长，然后也在外部委员，这不是笑话。台湾的政风是这样子的水准哦，这种事情可以写成那样子哦。政风，最想吐政风，今天没有时间讲柯文哲。我就很想问一句话，你说，我让你讲了。台北市在大媒体追金华城之前，台北市政风处你写了几份？对金华城你写了几份报告？对第一果菜市场你写了几份报告？政风，OK， 这些就是大家会觉得你在媒体上面所看到的所有这些，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会是这个样？但是落到了官场以后，就发现有很多事，怎么它真的就是这个样？而这整件事情，包括刚刚邓豪讲。我不知道谢荣今天为什么要公开道歉了。良心发现，或是过程当中有压力，或是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尤其当家属出来讲话以后，有任何一些状况，好，但这不代表他的法律责任会怎么样，因为反正现在检调也在办，看最后到底会是怎么样。行政责任部分，现在重启调查，可是光讲到对劳动部的资料被查扣了，那是不是这个霸凌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然后跟他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还是有间接的关系，还是没有关系，还是到底会是东豪讲说圣货茶渎职的部分，跟用钱有没有关系？清华，现在这整件事情已经不是单纯你要不要道歉可以解决掉的这件事情了。对，当然不是，而且为什么呢？这个案子其实让人家比较遗憾的是，他2月的时候其实就陆续有很多的爆料跟检举出来了，但是因为2月到
8月到9月、10月这段时间呢，等于说大家都没有去及时去做处理，所以呢，到最后11月4号的时候，大家就看到这个悲剧的产生。所以我们给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应该包括林淑芬他们手上都有拿到同样的一份检举的资料哈。这个检举的资料其实就是讲的是谢宜荣从上任以来所做的事情。那他是在2023年的3月1号上任的，上任之后啊，他检举的这个5个项目的事情里面，他提的5点里面呢，有几点哦，让大家特别的去注意。第一个是他提到说，这个谢宜荣上任之后呢，在公共空间但是种个人的植物，可是用公家的资源，那他用公费哦，注意哦，是公费哦，不是自己花钱哦，用公费装轨道灯。那个装轨道灯哦，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其实很多时候装不一定是照植物，是要照什么？就家里有收藏品，然后轨道灯打在艺术品上面，打在收藏品上面，看起来特别的漂亮。但谢宜荣是为了让他的植物呢24小时都有光合作用，所以装了一整排的轨道灯去照这个植物。里面他提的5点里面呢，有几点哦，让大家特别的去注意。第一个是他提到说，这个谢宜荣上任之后呢，在公共空间但是种个人的植物，可是用公家的资源，那他用公费哦，注意哦，是公费哦，不是自己花钱哦，用公费装轨道灯。那个装轨道灯哦，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其实很多时候装不一定是照植物，是要照什么？就家里有收藏品，然后轨道灯打在艺术品上面，打在收藏品上面，看起来特别的漂亮。但谢宜荣是为了让他的植物呢24小时都有光合作用，所以装了一整排的轨道灯去照这个植物。好，那你知道这件事情带来2个状况，第一个是他发现说这个新庄本部就等于北分署那个地方。112年去年用电基期呢，比前一年高出大概3万多度，它用电高达3万多度电，比前一年基期高出很多。除了这个之外啊，为了这个北分署的这个植栽呢，还要发了一个标案。这个标案呢是关于说这个北分署，然后跟五股厂的环境绿化植栽维护采购案要花多少钱？要花57万。等于说，你以为那些植栽除了用公费装轨道灯之外，对不起，那个环境的绿化还是需要用到纳税人的钱再去做这些的维护，所以这个让这些同仁呢，他可能就觉得看不下去。那第二个是这个其实它里面的这个言语霸凌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它的第3点跟第4点哦，就是刚刚跟义夫哥讲的，到底跟他向上管理有没有关系呢？看起来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他第3点提到的是说，这个北分署的宣导礼品的花费呢很高。哦，看起来跟其他部位比起来，一个北分署哦，不是主要部会哦，既然可以这么高，有多高呢？我告诉大家啊，这里面有趣的是在于说，北分署的这个署长这个谢宜荣呢，他很有趣哦。就我们一般哦，像我们在民间在采购礼盒的时候啊，比如说我要这个卡马兰威士忌，就直接跟他采购礼盒来送客户嘛，就这样子。但是呢，这个谢宜荣的特色就是要求客制化，礼盒外盒都要委托设计师设计过。比如说春节设计礼盒123900块，肉干礼盒设计要53600块，番薯酒的礼盒跟瓶子的设计要136120块，等于每一项他要采购的礼品呢，都要特别针对外观再设计过。但是这第3点要扣到第4点的时候呢，你就发现问题就一大条了。为什么？他第4点提到说，他从去年的8月，就2023年8月开始，因为个人的私交跟喜好，运用同一名讲师上各式各样的课程，而且发包数案给该讲师，设计北分署的意向这个案子也发包，然后呢还有包括设计礼品的案子。那这个其实五哥这一看就是他在讲，他其实在指控他图利啦。那指控图利呢？那这件事情我们后来认真去看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些案子呢？你看哦，这个还真的有这个案子。他提到这个形象意向的设计案，我们在这边看到形象设计的案子呢，你看这个就是北分署在这个今年3月7号的时候公告的形象识别跟视觉设计案，然后呢承包了这个得标的公司是叫习艺有限公司，所以这个同仁的这个检举的指控呢，这不是空穴来风，是真的查得到，而且不但查得到呢，而且有趣的是这个案子呢，其实他所提到的这家习艺公司的负责人是这位叫做林峰白的先生。那他的同仁到底是不是指控他说他跟这个北分署的这个谢宜荣关系很好，有没有担任多的讲师？这大家其实是
就等于说在这案子里面就接下去就要看检调怎么查。那他有比较特殊的背景是，他曾经当过庾澄庆的自有品牌设计总监，所以呢这些关系是不是谢宜荣觉得他很特殊，所以要跟他合作，那就这个值得往下再去看。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里面呢它的礼盒的部分设计的部分确实让大家觉得很特殊。为什么？因为我给大家看，它还有这个标案。这个标案是什么呢？就是你要采购番薯酒也 OK 哦，可是你看哦，北分署的这个案子呢，它采购是春节礼品的金门番薯原酒采购案。那为什么叫原酒采购案？意思就是原酒要另外采购，但是礼品跟瓶子要另外再做，所以2个合在一起才是这个案子完整的样子。所以呢，你看哦，这个金门番薯原酒采购案，它的预算是多少？19.2万哦。可是你知道这个酒的礼盒的这个设计花了多少钱？花了13.6120。等于说礼盒的设计跟这原酒的采购呢，2个价值已经快要相当了。那花了那么多钱在礼品上面，那前面义夫哥有提到说，那个看许明春的这个礼品呢，有时候也是找这个谢宜荣来做哦，由他来支援来提供林淑芬爆料。那这个爆料内容至少看起来啦，在礼品的部分呢，从这些同仁的资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呢。礼品跟这些相关的设计，北分署是真的花了很多的钱跟资源在上面。但要问的是，这个钱跟资源花的过程到底有没有问题，或者是有没有图利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看新北检要往下查的。那他爆料的第5点哈，这个讲出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夸张的部分啦。就到底为什么一个公家机关要求这个同仁？要参加每天在上班时间跑步，而且同仁不愿意，还强迫同仁要自愿参加。如果跑的人太少，还要骂主管说你带领不周，所以来的人太少。这个北分署的事情哦，真的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哦。强迫员工要这个参加跑步在上班时间，这个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OK，明显最后30秒，整件事情。当赖清德总统公开出来道歉，然后下了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些相关的一些指示以后，那整个包括家属的公道跟真相，真的都可以还回来了吗？我觉得还是要再进一步去调查，中间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疑点啊。所以目前如果不是司法或第三方的外部的单位来调查理清楚的话，我觉得没办法。目前包括部长请辞这些只是政治停损的一个过程，可是真的能不能停损，我觉得后续能不能给家属一个真相，还有给社会一个交代才是关键。OK， 来若芳30秒。应该是说，现在虽然都道歉，但是我觉得刚刚我们讲了很多的疑点，包含说为什么没有通报。那他在这个这么多的员工上面来讲，未来是那个中央政府要怎么样保护他们，你才可以收集到更多的资讯。我觉得这是市政府那个中央政府部会现在一定要做的，而且再来还有多少的员工，他们因为谢宜荣而身心灵现在受创，他们有去看医生的，我觉得这些也都是政府单位要去关心的一个部分。OK， 今天你从在节目里面看到了2个眼泪，你看到谢宜荣在镜头前面道歉的眼泪，你看到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公务员之死以后，一个悲伤老母的眼泪。那所有这一切，当赖清德总统第2次公开出来道歉，同时下了这些指示以后，大家都知道赖总统的介如仇的个性。当这些指示下了以后，真相是不是真的能够还给社会？家属的公道是不是真的能够求得到？更重要的是，往后这所有的包括职场环境，所有这些是不是真的能够获得改善？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